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经本庭宣判，被告人韦胡胡犯盗窃罪，根据刑法第264条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景鹤渊泛白的唇颤了颤，为什么？小叔忘了吗？这个罪是你判给我的，上天判我死刑，由你亲手执行。气氛沉默了一会儿，景鹤渊看着他微颤的手，收紧了拳。上诉吧。韦胡胡神色微滞，不用。景鹤渊被他毫不抗争的态度惹得多了丝莫名的心烦。他拧着眉，语气多了分恼意，你怎么就不能把当初纠缠我的精力放在眼前的正经事上？韦言，韦胡胡只是低着头不说话。景鹤渊脸一沉，3年后出来，你就是有案底的人，你还能指望自己给你奶奶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吗？韦胡胡抓着衣服的手缓缓收紧，依旧是一言不发。韦胡胡，景鹤渊低吼了一声，眉眼间满是遮不住的怒火。气氛沉默了一会儿，景鹤渊看着他微颤的手，收紧了拳。上诉吧。韦胡胡神色微滞，不用。景鹤渊被他毫不抗争的态度惹得多了丝莫名的心烦。他拧着眉，语气多了分恼意，你怎么就不能把当初纠缠我的精力放在眼前的正经事上？韦言，韦胡胡只是低着头不说话。景鹤渊脸一沉，3年后出来，你就是有案底的人，你还能指望自己给你奶奶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吗？韦胡胡抓着衣服的手缓缓收紧，依旧是一言不发。韦胡胡，景鹤渊低吼了一声，眉眼间满是遮不住的怒火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韦胡胡要用这样无所谓的态度去面对人生。只要他愿意说一句自己是无辜，他就会竭尽所能地帮他。韦胡胡抬起通红的双眼，颤声道，小叔，再麻烦你一次，去帮我跟奶奶说我学习时间要延长了。景鹤渊紧绷着脸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。半晌，他扔下一句，你除了撒谎还会什么，便起身离去。韦胡胡呆呆地看着面前空荡的座椅，强忍了半天的泪水滚了出来。他真的好想告诉景鹤渊自己是无辜的，自己有多少委屈都憋在心里，但他不能说，就是为了给韦奶奶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，所以他不能说。突然，窒息感夹杂着心口的钝痛如潮水涌来，韦胡胡面色一白，捂着胸口摔倒在地。门口的狱警一惊，忙去扶他，你怎么了？韦胡胡的五官因为痛苦似是快要扭曲了，他张着嘴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。快叫救护车！狱警朝外头喊了一声。监狱外，景鹤渊坐在车里，望着那压抑感十足的铁门，握着方向盘的手越收越紧。本来就一团乱的心，再想起韦胡胡那憔悴的模样，更像被荆棘缠绕着似的刺痛起来。他收回视线，靠着椅背深深吸了好几口气。当晚，韦胡胡眼神空洞地望着铁栏外的走廊，想到独自在家的奶奶，他鼻尖一酸，险些落泪。忽然，女警王林过来打开了门，几个民警拿着一个燃着蜡烛的小蛋糕走了进来。王林温和地笑了笑，我看了下你的身份证，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，虽然你家人不在，但我们都会陪着你。其实大家对韦胡胡的情况都很同情，但情法不能混淆，只能用他们的方法让韦胡胡不那么孤独。
韦胡胡眸光一正，他的生日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是哪天。现在的生日是按照韦奶奶捡到他那天算的。韦胡胡还记得8岁那年，有人告诉自己他是被奶奶领养的。他不明白领养是什么意思，就去问韦奶奶。奶奶说，领养的意思就是别的孩子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的，念念是在奶奶心里长大的。想到这儿，韦胡胡突然哭了出来。王林赶忙安慰他，过生日可不能哭，快许愿吧。几双充满善意的眼睛，温暖的烛光，让韦胡胡难以控制情绪。他看着蛋糕，两手相握，哽咽而虔诚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来生让我在奶奶肚子里长大，让我叫她一声妈妈。融成的3伏天，像是个密不透气的大蒸笼。韦胡胡满头大汗走来，仰望着律师事务所高大肃穆的廊柱，局促地整理着自己的仪容。他不敢在门口等景鹤渊，怕被他的同事看见，拐了个弯，一瘸一拐地去停车场，找到了那辆熟悉的轿车。蹲在车门前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车滴滴2声解了锁。韦胡胡急忙转头站起来，喊了句小叔。走过来的男人长身玉立，看见他的一刻皱了眉。韦胡胡从破旧的背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保温饭盒，迎上去，我今天做了你喜欢的油焖大虾。他知道每次开庭，他总是会忙得忘记吃饭。景鹤渊站在原地，目光不悦。我说过，让你不要再送了。韦言，韦胡胡脚步一顿，哑声解释，可是你的胃不好。景鹤渊视线下落，那捧着饭盒的手瘦而粗糙，很难让人相信她来自一个刚19岁的女孩。和你无关。他冷声拒绝，扫过他皱巴巴的衣服，不耐道，倒不如把钱存着给你奶奶买药，或者学点文化。韦胡胡双手一僵，笨拙的只能用无措的眼神看着他。他存了给奶奶买药的钱，但学习的费用太高，他根本负担不起。景鹤渊收回眼神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小叔。韦胡胡看着那淡漠的侧颜，心底泛酸。帮你奶奶打赢关景的事已经过去3年了，你没必要3天2头的过来谢我。景鹤渊打断他，又补充了一句，我已经烦了。风轻云淡的5个字像是冰刺狠狠捅进韦胡胡心里，让他全身都好像被冻僵。3年前，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被车撞倒，肇事警机却以奶奶的拾荒车违停为由反咬一口。是景鹤渊帮他们打赢了关景，最后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10块钱的律师费。那年他16岁，不知道从哪儿听人叫景鹤渊小叔，于是他也跟着叫他小叔。这一叫便再也改不了口。小叔，你尝尝。韦胡胡不敢碰一尘不染的豪车车门，伸长手想再将饭盒递给他。景鹤渊已经升上车窗，发动了车子，饭盒被挡在玻璃窗外。韦胡胡张了张嘴，可心口突然传来一阵绞痛，阻断了呼吸。砰的一声，手中的饭盒因为颤抖摔落在地，饭菜四零八落。韦胡胡紧紧揪着衣服，唇色泛紫的大口喘息。车轮将散落在地的虾碾碎，而后离开了停车场。景鹤渊睨了眼后视镜，里头越来越小的人捂着胸口弓着身，好像在忍受着什么巨大的痛苦。他蹙着的眉又紧了紧，终是收回了视线。
好一会儿，韦胡胡才满头冷汗地缓和了不适感。最近不知为何总是呼吸困难，但他也没在意。韦胡胡蹲下身，捡起饭盒，收拾干净后落寞离开。刚回到胡同口，一群孩子就围了过来，绕着他拍着手叫着小瘸子，小瘸子变大瘸子。韦胡胡从一开始的伤心大哭到熟视无睹，用了10年时间。穿过狭窄又潮湿的巷道，他进了一个被废纸废瓶子填满的小院子。韦胡胡将所有不好的情绪都丢掉，才脆生生地朝屋里喊：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听到声音，满头白发的韦奶奶拄着根断了一小截的拐杖走了出来。韦胡胡上前扶住她，想问她有没有按时吃药，却听韦奶奶叹了口气：雨，景律师要结婚了。韦奶奶的话像是一道响雷，在韦胡胡脑子里炸开，冰凉的寒意再次袭来。景鹤渊要结婚了。韦奶奶想安慰他几句，可韦胡胡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天空漆黑，路灯昏黄。韦胡胡站在景鹤渊的公寓楼下，仰头凝望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，渐渐红了眼。带着暖意的光芒和3年前的景鹤渊一样，照进了他的心底。那年他16岁，因为韦奶奶的事，蹲在医院走廊里无助痛哭。就在那时，景鹤渊将一份热腾腾的饭菜递给他，声音温和，要哭也得先吃饱。韦胡胡头一次在除了奶奶以外的人身上感受到温暖。景鹤渊也是第一个没有嘲笑自己跛脚，愿意接受自己的人。过往的记忆像是电影在脑海中回放，也给了韦胡胡上楼的勇气。站在门口，他迟疑了几秒后，才抬手敲了敲门。等待的短暂时间让韦胡胡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门开了，景鹤渊见是他，眼底掠过丝诧异：你怎么来了？韦胡胡哑声问：奶奶说你要结婚了。韦言，景鹤渊愣了瞬，剑眉微拧：以后我还能去给你送吃的吗？韦胡胡颤声问。景鹤渊眉眼冷漠：很晚了，赶紧回去。说完，他后退了一步，就要关上门。韦胡胡心一滞：小叔，你再等等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让自己变得优秀。他望着他，眼神里是他没察觉的哀求。景鹤渊看着他，忽然越过他走到电梯口，按下了电梯：回家吧。这句话抽掉了韦胡胡所有力气。他紧攥着衣角，一瘸一拐地走进电梯。电梯门缓缓关上，景鹤渊的脸也随之消失。韦胡胡还没来得及去为他的驱逐和冷漠伤心，心口的刺痛伴随着窒息如浪潮将他淹没。他捂着胸口，面色煞白地呼吸着。狭小的空间好像将疼痛翻了倍，韦胡胡抱紧双臂，孤独地挨过了折磨。电梯门打开，韦胡胡一瘸一拐地往外走。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孩站在电梯口，小孩好奇地看着韦胡胡，突然指着他说：妈妈，他是个瘸子癌。女人将孩子拉近自己，目光嫌恶，看他浑身脏兮兮的，离他远点。韦胡胡只当作没听见，可出去后却看见那扇窗户已经不亮了。那对母子的话回荡在耳畔，他蹲下身，泪水莫名就漫了满脸。霓虹灯随着夜深更加璀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韦胡胡才慢慢站起来，准备回家。
车的探照灯忽然从背后打来，一辆轿车停在了他身边。车窗下降，景鹤渊眉目冷峻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魏延、魏胡胡一愣，顿觉受宠若惊。他扯了扯衣服后，小心地坐上了车。谢谢小叔。景鹤渊没有答话，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。魏胡胡几次想问他结婚的事，可话到嘴边总是说不出来。终于，景鹤渊率先开了口：“我要搬家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”魏胡胡眼眸一震，手不觉收紧：“因为我吗？”他仅有的一丝侥幸被景鹤渊倾吐的一字打破。对，魏胡胡不记得之后两人说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下的车，只记得回过神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地站在胡同口，周围一片死寂。景鹤渊那声“对”再次出现在他耳畔。他搬家就是为了躲他。魏胡胡眼眶微热，心里好像被塞满了棉花，堵得难受。他仰头望着夜空好一会儿，直到飘起细雨，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。原以为韦奶奶早就睡了，可屋子里那暖黄色的灯光让韦胡胡鼻尖一酸。奶奶在等他。韦胡胡抹了把脸，深吸了口气，做出一个轻松的表情，才走进去。韦奶奶半睁着双眼坐在椅子上，见他回来了，才松了口气。奶奶。韦胡胡慢慢走过去坐下，好像找到了依靠。韦奶奶拿起干毛巾，轻轻擦着他的脸：“雨，放弃吧，咱们配不上景律师。”魏延、韦胡胡唇角一僵：“为什么配不上？”韦奶奶爱怜又心疼地看着他：“他家境好，学历高，工作又体面，咱们拿什么跟他配呀？”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利刃，在韦胡胡心上划着口子，可每一句话又真实的无法反驳。他刚出生没多久就被父母抛弃，是奶奶捡到他，把他养大。他没有学历，高中读了1年就辍学去打工，又因为跛脚只能在饭店里做洗碗工。无论哪方面，自己都配不上景鹤渊。带着无奈而自卑的情绪，韦胡胡辗转难眠到了天亮。他给韦奶奶做好早餐后，便出门上班。途经电器店时，脚步因为电视中的景鹤渊停了下来。屏幕里面的他意气风发，眉宇带着与生俱来的金贵。韦胡胡唇线微动，目光又看向橱窗玻璃反光中的自己，那瘦弱憔悴的人像这城市的一抹灰尘。良久，韦胡胡转身跛着脚继续走。饭店后厨，一同干活的陈阿姨看韦胡胡一天都无精打采的，忍不住问了句：“小韦，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？”韦胡胡垂眸叹声：“喜欢一个人好难。”魏延、陈阿姨爽朗一笑：“有啥难的？我和我家那口子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喜欢的话不去追，光唉声叹气，还不如别喜欢了。”可他很有钱。韦胡胡眸光暗淡。陈阿姨嗨了一声：“喜欢不是这么算的，换做有钱的是你，你还会说这种话吗？”听了这话，韦胡胡愣了愣，忽觉茅塞顿开。等事一忙完，他带着省下来的菜又去了律师事务所。律师事务所外，和同事办完事的景鹤渊正好回来，身后突然一声小叔，让他神情一沉。一旁的同事转身看去，笑着调侃：“他这么锲而不舍，你就收了吧。”景鹤渊眉头紧蹙，冷着脸走了过去：“你有完没完？”韦胡胡看着他，
脸不知是被晒的还是紧张的，涨得通红。终于，他像是下定了决心，一字字道：“景鹤渊，我喜欢你。”韦狐狐几乎将所有的勇气都汇聚在这一刻，只为能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他。而此言一出，同事惊诧不已，忙看向景鹤渊。景鹤渊眼底一片寒冰：“你又在胡闹什么？”韦狐狐心紧了紧：“我是认真的。”景鹤渊深吸了口气，似是压下了怒火，他攥住韦狐狐手腕，拉着他上了车。“你再这样，我只能告诉你奶奶，让她来管教你。”韦狐狐急于解释，可脸陡然一白，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景鹤渊一怔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胸膛的钝痛让韦狐狐声音都带着丝颤抖，也突然想自私地撒个谎：“我生病了，活不久了。”然而景鹤渊根本不在乎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次送你。”简短的话刺的韦狐狐心狠狠一抽：“小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？”景鹤渊眼神透出丝不耐：“你把这些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是最好。”一路无言，韦狐狐的视线从未离开过景鹤渊，而他的目光却没有一瞬给自己。车终于停了下来，景鹤渊抿了抿唇，下车。韦狐狐没动作。景鹤渊下了车，绕到副驾驶就将他拉了下来。“小叔。”韦狐狐看着景鹤渊的背影，红了眼。然而他也只停留了一瞬，最终跟着车子消失在了转角。半晌，韦狐狐才挪着僵硬的腿走回了家。可每走一步，晕眩感就越强烈，喉咙也像是被灌了岩浆一般灼热。直到看到院中正在整理废纸的韦奶奶，韦狐狐才张口唤了声“奶奶”，刺眼的鲜血顺着嘴角淌出一条血线，在韦奶奶惊恐的目光下，她轰然倒地，失去了意识。一片朦胧中，韦狐狐只听见奶奶在跟别人说话：“医生，你救救我孙女，她才19岁，不可能得这个病的。法洛4联症是遗传性的，她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”医生无奈的话如同一颗炸弹，掀起了韦狐狐心中惊涛骇浪。他真的快死了。一连好几天，景鹤渊都没有在律师所外看到韦狐狐。松了口气的同时，他又不自觉地有些担忧。但转念一想，韦狐狐的行踪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？回到家，窗外雨声淅沥，搅得正在梳理案件资料的景鹤渊有些心烦意乱。叩叩叩，一阵敲门声传来，他眉一蹙，起身去开门。当看见门外是消失了好几天的韦狐狐时，景鹤渊脸上划过一抹诧异。韦狐狐苍白的脸上漾出一个欣慰的笑，幸好小叔还没搬走。景鹤渊面色一沉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眉梢眼角的不耐刺的韦狐狐心一紧：“我来借钱。”韦言，景鹤渊愣了。他知道他家艰难，可这几年韦狐狐从没向自己借过1分钱。景鹤渊抿抿唇：“为什么借钱？”韦狐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病历单，声音嘶哑：“小叔，我真的生病了。”似曾相识的话让景鹤渊眸光一暗，同样的把戏还要玩第2次。如果你奶奶知道有一个撒谎成性的孙女，你觉得她会开心吗？景鹤渊对病历单视而不见，后退了一步，便要关门。韦狐狐瞳孔一紧，突然伸手抵在门框，十指连心，
挤压的剧痛瞬时扯着心炸开。你疯了吗？景鹤渊语气冷厉，却又多了丝微不可察的急切。韦狐狐紧咬着下唇，将疼痛死死咽了下去。见此，景鹤渊眉头深锁，一抹复杂掠过有些烦乱的心。韦狐狐喘了几口气，本就苍白的脸更像失去了所有的血色。他忍着痛，堪堪开口：“小叔不愿意借，是怕我还不起吗？”面对他一再的无理取闹，景鹤渊眼神骤冷：“是，你还不起。”低沉的声线像是冰锥，刺在韦狐狐心口，痛得他无法呼吸。良久，韦狐狐才扯了扯酸苦的嘴角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的确还不起。自己能活多久还不知道，难不成还要给奶奶留下一屁股债吗？”悲凉无奈的话让景鹤渊心里有些沉闷，却还是沉默以对。韦狐狐揪着病历单，眸光暗淡：“那你搬家的时候，我来帮你。”魏延，景鹤渊眼底顷刻染上分疏离：“不用。”说完，不再给他任何机会地关上了门。面对将自己隔绝在外的门，韦狐狐眼眶渐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拒绝自己的不知是景鹤渊，还是活下去的希望。他才19岁，他还有奶奶，他不想死。韦狐狐抬起沉重的手臂，又敲了敲门。然而这一次，眼前的门再也没有为他打开。半晌，韦狐狐眼中的光芒慢慢熄灭，转身缓缓走向电梯。几秒后，电梯门打开，一个长相妩媚的女人走了出来。她一身高定，姿态优雅，如同高傲的天鹅。韦狐狐神色微正，在与女人视线相撞中下意识的狼狈闪躲。女人也只是睨了他一眼，而后踩着高跟鞋一步步走到景鹤渊家门口。见此，韦狐狐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挪不动了。女人敲了敲门，声音温柔：“鹤渊是我，林舒言。”韦狐狐目光一滞，愣愣地看着那扇一再拒绝自己的门打开，让那个女人进去。她紧攥的手一松，病历单伴随着一滴眼泪落在地上。韦狐狐明白，那个女人就是景鹤渊的结婚对象。雨并不大，却淋得韦狐狐难以看清前方。沿途没有躲雨的地方，他只能拖着无力的身子一步步走着。偶尔经过的车辆并没有减速，反而溅起一片积水浇在了韦狐狐身上。他没有在意，直到呼吸再次困难，他才扶住灯柱，合眼用力喘着气。亲生父母什么都没有给自己，却给自己留下了遗传病。他也终于知道当初为什么会被抛弃了。许久，韦狐狐才缓和过来，正准备回家时，灯柱上的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当看见一天的薪酬是自己1个月工资的3倍时，他立刻从口袋里拿出纸笔将号码记了下来。可当他真的按照地址过去时，才发现是家高级会所，而所谓的工作就是陪客人吃喝玩乐。领班仔细打量他的脸，语气轻佻：“底子不错，但装的浓点。”韦狐狐紧张地攥紧了手，面对这份工作充满无措和害怕。只是领班发现他是跛脚后，脸色大变：“你是个瘸子。”韦狐狐面容一僵，只能保证道：“我会好好工作的。”领班正要赶人，却听人手不够，思来想去也留下了他。VIP 包厢，整个包间充斥着浓烈的酒味，
几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拿着酒杯，醉醺醺地喝着。其中一个秃头的男人搂着韦胡胡，脸上横肉泛红光。来来来，小妹妹，喝了它。从没有喝过酒的韦胡胡忍着心中的惧意，硬着头皮把酒喝了下去。刚把烈酒咽下，迷糊中又被一个男人强行拉了起来。咱们来跳个舞。韦胡胡呼吸一滞，原本就走不稳的他，步伐更是乱得不成样子。男人看出了端倪，质问道：你不会是个跛子吧？话落，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落在他发颤的右腿上。灌韦胡胡酒的男人骂了一句，将手里的酒一股脑泼到了他身上，晦气，滚出去！冰冷的酒让韦胡胡浑身颤了颤，遵循着本能逃离这个让他陌生而害怕的地方。可在转角处，却和一个高大的身影装了个正着。抱歉。熟悉的声音让韦胡胡心一顿，下意识地唤了一声小叔。景鹤渊眸色一紧，韦胡胡。他惊诧地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紧身裙、化着浓妆，与昨晚判若两人的韦胡胡。韦胡胡后知后觉地低下头，恨不得将现在的自己藏进地缝里。景鹤渊沉默片刻后，脱下外套披在瑟瑟发抖的韦胡胡身上。你奶奶知道吗？他语气平淡的让人无法听出他此刻的情绪。韦胡胡攥紧了手，摇摇头。景鹤渊墨眸中多了丝似有若无的讽刺。我想他一定会后悔有你这么个孙女。好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，却像一座巨山压在了韦胡胡心上。他红了眼，嘶声道：我只想活下去。然而景鹤渊却再也没有理会，冷漠地收回眼神后越过他离开。小叔。韦胡胡想挽留的手扑了个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远去。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，他僵硬地收回手。我真的没有撒谎。夜色如墨，华灯璀璨。离开会所的韦胡胡站在一家药店外，手里拿着一包止痛药，神情落寞。治疗自己的高效药他根本买不起，只能用它来缓解痛苦。有那么一瞬，韦胡胡希望手中是一整瓶安眠药，可这个想法立刻被出现在脑海中的韦奶奶所打破。她喉间发紧，抱着药蹲下身，无助地哭了起来。次日，景鹤渊下班回到家，却见韦胡胡蹲在家门口。他紧蹙着眉，面色微凝地走了过去。韦胡胡听见脚步声，缓缓抬起满是血丝的双眼。救救我吧，小叔。韦胡胡还穿着那天来向景鹤渊借钱时的衣服，裤腿上还有泥渍，苍白中更是多了分狼狈。景鹤渊抿抿唇，默默地开了门，先进去吧。他打了个电话，不一会有人送来一套新的衣服，换上。景鹤渊将衣服丢给愣住的韦胡胡。韦胡胡换完后，双手不断摩挲着衣服，激动而又心酸。他从来没穿过这么新这么干净的衣服，自己的衣服都是隔壁阿姨女儿不要的，或者是韦奶奶自己缝的。韦胡胡望向朝书房走去的景鹤渊，我去给你做饭。景鹤渊脚步一顿，没有说话。就当还债。韦胡胡声音低哑，这是自己唯一能报答他的方式。良久，景鹤渊冷不丁丢出2个字：随你。书房里、电脑里都是密密麻麻的文档，然而景鹤渊却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。
厨房的动静和隐约的香气让他根本静不下心。景鹤渊有些烦躁地合上电脑，捏了捏紧拧的眉心。他为什么要让韦狐狐留下来？明明很烦他对自己的纠缠。突然，手机铃声打断了景鹤渊的心绪。他拿起手机看了眼备注后，按下接听键。妈，鹤渊和舒言相处的怎么样？景母语气有些急不可耐。景鹤渊淡淡反问：你说呢？舒言人品家世不错，和你又是高中同学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真的该结婚了。景母语重心长劝道。景鹤渊目光一暗，我知道，你们要的婚姻我会给你们。说完，立刻将电话挂断。小叔，饭做好了。韦狐狐站在门口，声音细小的像怕打扰他一样。景鹤渊嗯了一声，起身走了出去。看着桌上的三菜一汤，他心底划过一抹异样的情绪。景鹤渊坐了下来，却见韦狐狐有些拘谨地站在一旁，便道：你坐。韦狐狐愣了瞬，你吃完我再吃。他卑微的姿态让景鹤渊眼神一沉，你又不是保姆。魏延，韦狐狐微微一怔，怀揣着一丝欣喜坐了下来。轻微的碗筷碰撞声间，他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忽然问：小叔，如果有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不会。景鹤渊头也没抬，几乎是脱口出。这个回答韦狐狐早就想过，但心还是跟着疼了起来。一顿饭在沉默中结束，韦狐狐洗完碗，打扫完厨房后准备离开。需要多少钱？景鹤渊的声音打断他的脚步。韦狐狐转过身，犹豫了几秒后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3万。见景鹤渊皱了下眉，他立刻改口：1万也行。这样随意的态度让景鹤渊神色冷了几分，1万能治快死了病。尖锐的话让韦狐狐喉间一紧。景鹤渊走进书房，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他，这里有10万，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。韦狐狐心霎时沉进了冰窖，只能僵硬地扯着嘴角，我还不了。你还我清静就行。景鹤渊随意摆摆手，猛烈的下坠感扑在韦狐狐的身上，让他难以缓过神。等他清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攥着支票站在公寓楼下。韦狐狐抬头望着那扇窗，硬是把眼眶中的泪水逼了回去。好半晌，他才转身离开，去了银行。银行卡里的余额一下变成了6位数，韦狐狐数着那些零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和景鹤渊的差距。次日，韦狐狐拿着卡去了医院，却得知手术不止一场，还有各种治疗药物费用，10万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他站在医院门口，攥紧了手中的银行卡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突然想大哭一场。但他也明白，眼泪无法延长他的寿命。韦狐狐将其中9万存到了韦奶奶的存折里，留下了1万买药。天色渐晚，他站在公寓楼下的角落里，默默等待着下班的景鹤渊。韦狐狐在想，在余下的生命里，自己还能见他几次。忽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他抬头望去，是个穿着端庄大气的中年女人。韦狐狐还没反应，那女人冷凛的眼神便砸了过来。你就是那个天天缠着鹤渊的丫头。韦狐狐愣在原地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中年女子。看她迟钝的模样，
景母目光透露出一抹嫌恶：“我是贺渊的妈妈。”韦狐狐神色一怔，畏缩地低下头：“阿姨。”景母吃声：“我可不是你阿姨。”韦狐狐唇一颤，哑口无言。景母一步步走近，语气越发尖锐：“我查过了，你现在跟着你奶奶住在南街的胡同里，要学历没学历，要工作没工作，还是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跛子。”刻薄的话像是鞭子打在韦狐狐薄弱的尊严上，他喉间发紧：“我像乌鸦变凤凰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”景母眼神冷厉，语气讥诮。忽然，一辆车停在了路边，景鹤渊从车上下来，见景母和韦狐狐站在楼下，不由诧异：“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”景母瞥了眼韦狐狐，来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。魏延，景鹤渊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蹙，视线落在了韦狐狐身上。韦狐狐脸色一白，竭力扯了扯唇角：“小叔，我是来道谢的，那我先走了。”说完，他迈开了沉重的腿。然而景母的话却像无数的剑刺在他的背上：“谁是你小叔？果然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。”韦狐狐心狠狠一揪，下意识地望向景鹤渊，可他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忍着眼眶的灼热，转身落荒而逃。浑浑噩噩地回到家后，韦狐狐看着站在院里等待自己的奶奶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：“奶奶，我的父母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生下我？”他颤声道：“我也想有妈妈养。”韦奶奶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看着孙女这样也红了眼，将韦狐狐搂紧怀里，语语乖。温暖的怀抱让韦狐狐泣不成声：“奶奶，如果您是我妈妈，该有多好！”夜深，熟睡的韦狐狐被痛醒，她捂着嘴冲出了屋子。月光下，吐在台阶上的血泛着粼粼波光。韦狐狐喘了着粗气，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止疼药，倒进嘴里。疼痛消减下去后，他才打水轻手轻脚地把血迹洗掉。次日一早，韦狐狐做好早餐后便出了门。即便生了病，他也得上班，得给奶奶挣以后的生活费和医药费。然而到了会所，经理却告诉他，员工已经够了，不需要他。韦狐狐再三恳求，但还是被拒绝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离开。可没想到，在店外遇上了林淑妍。全身大牌的女人，美丽又高傲，居高临下地望着他。四目相对，韦狐狐更觉自己有多上不了台面。他低下头正要绕开，却听他说：“你想做正常人吗？”魏延，韦狐狐脚步一顿。林淑妍看着他，眉梢带着几分轻蔑：“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，条件是你不要再纠缠贺渊。”韦狐狐怔了怔，显然没想到他会说这话。像你这种蝼蚁，捏死你很荣景，有能做人的机会，为什么不抓住？林淑妍的讽刺和景母如出一辙。韦狐狐不愿承认，却又无法反驳。他想拒绝，但想起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奶奶，又犹豫了。也许对他来说，自尊已经不如活下去重要。韦狐狐紧了紧拳：“我答应你。”林淑妍安排的工作是在一家珠宝的前台做收银员。店里的员工，包括经理，对他都特别好，一点也不介意他的缺陷和背景。也正是因为被当作正常人对待，韦狐狐的心情稍微好了些。
韦奶奶见他穿着店里发的员工服，又欣慰又担心，雨，工作单位还好吗？奶奶放心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韦胡胡安慰道。工作了几天，韦胡胡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也渐渐逼自己不再去想景鹤渊。直至这天下班，他正要回家，一向温和的经理却突然冷着脸拦住了他。你等等。韦胡胡一愣，怎么了？经理二话不说，突然将手伸进他的衣服口袋。还没等韦胡胡反应，经理手里就多了条钻石项链。韦胡胡，你胆子可真大，居然敢做贼，知道这条项链值多少钱吗？面对经理的斥责，韦胡胡急忙辩驳，我没有。公寓。景鹤渊吃了几颗胃药味，还是疼得不行。他走进厨房，准备随便吃点泡面。打开柜子，原本放泡面的地方变成了几罐米糊，罐子上贴着张便利贴。他扯下来一看，小叔，你胃不好，不要再吃垃圾食品了。我跟奶奶学了做的养胃米糊，你拿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景鹤渊眸光微滞，脑海里不觉闪过他一次次等待自己的模样。他回过神，心情莫名烦闷，关上柜子，捏了捏紧拧的眉心。韦胡胡几天没出现，他竟然还会想起他。突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陌生号码让景鹤渊脸上多了丝疑惑。他按下接听键，喂。你好，请问您是景鹤渊吗？我是荣城派出所的民警。听见是警察，景鹤渊愣住了，李整家毒肺腑。下一刻，韦胡胡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：小叔，我没有偷东西。景鹤渊赶到派出所，经理和2个员工正在做笔录。得知韦胡胡偷了一条价值20万的钻石项链时，他心中起了疑。韦胡胡真的会做出这种事吗？景鹤渊觉得他没那么大胆，可又无法全然信任，只能去亲口问韦胡胡。会面室，被女警带来的韦胡胡面色苍白，眸光在看到景鹤渊那一刻亮了亮。小叔。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攥着了他的手臂。然而景鹤渊面无表情地抽出了手，掌心的空荡让韦胡胡心一紧。小叔，你救救我，奶奶还在家里等我回去，为什么？景鹤渊冷声问道。韦胡胡愣住，没说完的话全部都被他这3个字击碎。你也觉得是我吗？面对他悲戚的反问，景鹤渊目光如冰。你需要钱，4个字似是根针刺穿了韦胡胡那渺小的希望，连同眼神都跟着暗淡下去。景鹤渊微拧着眉，似是不愿面对那道视线，望向了另一边。良久，韦胡胡才深吸了口气，嘶声道：奶奶说过，做人要堂堂正正。林姐姐给我介绍工作，我很感谢她，我也不会给她丢脸。闻言，景鹤渊心绪渐渐复杂，他紧抿的唇线动了动，最好是这样。话落，他转身就要离开。小叔，韦胡胡叫住他，几近祈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奶奶，说店里派我去学习几天，让她不要担心。景鹤渊背影正了顺，好。望着他消失在门口的背影，韦胡胡顷刻红了眼。原来连景鹤渊都无法信任他，征得经理同意后，景鹤渊将监控录像传送进了自己的云端。
他回到家反复的观看，收银台后的韦胡胡的确有个将东西放进口袋的动作。景鹤渊看着暂停的画面，神情凝重。韦胡胡也许缺钱，但真的会甘愿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偷东西吗？忽然间，在高级会所遇见韦胡胡的事钻进脑海。景鹤渊眼神一沉，他连陪酒都敢做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半晌，他看了眼外头的天，想起答应韦胡胡的事，整理好思绪后，起身出了门。从3年前将出院的韦奶奶送回家后，景鹤渊就再也没有去过韦胡胡家。胡同里没有路灯，只能依靠着别人家门口的照明灯看清路。按照记忆中的路，景鹤渊找到了韦胡胡家。韦奶奶拄着根断了一小截的拐杖站在门口，眼巴巴地看着平时韦胡胡回家的转角。看到景鹤渊出现，他愣了一下。面对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景鹤渊语气缓和了些：“韦奶奶，韦胡胡被店里派去学习，这几天不回来了。”韦言，韦奶奶眼皮一垂：“呢喃道，可他药都没带呀。”景鹤渊没听真切：“什么？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”韦奶奶身形有些不稳，苍老的眸子满是担忧。从来能言善辩的景鹤渊头一遭被问得顿口无言。他闪躲着韦奶奶的目光：“很快的，您早些休息。”说完，景鹤渊带着丝狼狈转身快步离去。当他的身影消失在转角，韦奶奶潸然落泪。他知道韦胡胡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否则景鹤渊怎么会亲自来传话？韦奶奶拄着拐撑着颤颤巍巍的身体进了屋，在小小的佛龛前跪了下来：“菩萨，求求您保佑我孙女，不要让我这老婆子白发人送黑发人。”次日，一夜未眠的韦胡胡听见景鹤渊来了，快要陨灭的希望重新出现。会见室内，他还未开口，景鹤渊便将判刑般的话扔了过来：“我找不到你无罪的证据。”这一瞬，韦胡胡想去触碰他的手缓缓垂落，心底那苦苦支撑的地方也轰然坍塌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要蒙受这些不白之冤。韦胡胡竭力找回声音，哑声问：“小叔这么厉害的人都找不到证据吗？”景鹤渊眼神微变，却未说话。韦胡胡看着他，心好像一点点被挖空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突然语气虚浮地问：“是你和他给我下的套吗？”听了这话，景鹤渊眉头一拧，显然不明白他其中意思。先让饭店开除我，然后给我介绍工作，让他们对我好，就是为了诬陷我吗？韦胡胡红着眼，声音嘶哑：“我已经不会再去打扰你，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充满不解和悲怆的质问，让景鹤渊心莫名一紧，少看点小说吧。可韦胡胡只有满腹的委屈，甚至还有愤怒。他紧攥了拳，一字一顿：“我活不久了，为什么连最后的时间都不能留给我和奶奶在一起？”空气似是因为他这话而凝结了，景鹤渊的心也泛起了波澜。韦胡胡双肩一松，一种无法言喻的疲惫席卷全身：“小叔，我突然不想喜欢你了。”韦言，景鹤渊眸色一紧，无故被他这句话挑起一股莫名的怒意。他冷硬地给出回应：“求之不得。”说完，景鹤渊起身朝门口大步走去：“是我偷的。”韦胡胡突然而随意的承认，让他倏然转身，脸色一沉：“
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满意了。韦胡胡苦涩地笑了笑，胸口针扎般的痛刺的他呼吸似乎都开始困难。目光相撞间，时间好像都变得非常缓慢。最终，景鹤渊率先收回视线，紧绷着脸离开。韦胡胡倒在椅子上，用力地喘着气，眼里涌上再也忍不住的泪。当晚，韦胡胡眼神空洞地望着铁栏外的走廊，想到独自在家的奶奶，他鼻尖一酸，险些落泪。忽然，女警王林过来打开了门，几个民警拿着一个燃着蜡烛的小蛋糕走了进来。王林温和地笑了笑，我看了下你的身份证，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，虽然你家人不在，但我们都会陪着你。其实大家对韦胡胡的情况都很同情，但情法不能混淆，只能用他们的方法让韦胡胡不那么孤独。韦胡胡眸光一正，他的生日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是哪天，现在的生日是按照韦奶奶捡到他那天算的。韦胡胡还记得8岁那年，有人告诉自己他是被奶奶领养的，他不明白领养是什么意思，就去问韦奶奶。奶奶说，领养的意思就是别的孩子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的，雨雨是在奶奶心里长大的。想到这儿，韦胡胡突然哭了出来。王林赶忙安慰他，过生日可不能哭，快许愿吧。几双充满善意的眼睛和温暖的烛光让韦胡胡难以控制情绪。他看着蛋糕，两手相握，哽咽而虔诚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来生让我在奶奶肚子里长大，让我叫她一声妈妈。当韦胡胡说完这句话，在场的民警都一震。王林红了眼，轻轻握了握他的肩，无声地安慰他。韦胡胡吹灭了蜡烛后，感激地看着他们，谢谢。他想，这一定是自己最难忘的一个生日。王林切下一块蛋糕，递给韦胡胡，可他却没接。韦胡胡声音沙哑，姐姐，能不能送一块蛋糕给我奶奶？她从来没吃过。一句话让一旁的男民警都忍不住转身抹了把泪。王林忍着鼻尖的酸涩，摸了摸韦胡胡的头，好。几天后，又是深夜，时针已经指向凌晨2点。景鹤渊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后，继续看着监控录像。他将画面暂停在韦胡胡手放进口袋的动作，他手里的确拿着什么，但并不像是项链。景鹤渊紧拧着眉，突然想起了韦胡胡嘴里的林姐姐，难道是林淑妍？4日一早，刚出门准备去宫颈的林淑妍见景鹤渊靠着车门站在楼下，眸色一亮，鹤渊。景鹤渊看着他走近后，开门见山就问，韦胡胡的事是你做的手脚吗？质问的语气让林淑妍心一滞，你来找我就是专门为了他的事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景鹤渊眼神渐冷。林淑妍目光掠过丝狠厉，没错，谁让他不知羞耻地缠着你？而且我不允许我们的婚姻有任何的瑕疵。景鹤渊看着眼前这个在别人眼中向来温婉贤淑的女人，忽然觉得学历在人品面前没那么重要。他眼角透出一抹讽意，是吗？那很抱歉，这婚姻我给不了。话落，他转身坐进了车里。林淑妍见他走得这么干脆，立刻扶住车窗，不甘问道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到底哪点不如他？难道比起我，你更喜欢那个又穷又瘸的废物吗？
景鹤渊黑着脸，一言不发地发动车子离去。景鹤渊，林舒言气恼地跺了2下脚，瞪着那渐渐远去的车子。妒火平息后，他心中又泛起阵阵落寞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每次见我都提起他。林舒言红着眼眶攥紧了拳，可惜这次你救不了他。景鹤渊去了派出所，本想见韦胡胡，却被告知他已经被正式起诉，移交法院了。他心猛然一滞，当即赶去了法院。原本晴朗的天忽然阴沉下来，庄严肃穆的大厅让人不由自主屏息敛气。被告席上，韦胡胡神情呆滞，面对原告方律师的一条条指控的证据，无动于衷。他摩挲着腕上冰冷的手铐，脑子里只有林舒言的那几句话：你放心，只要你认罪，我会把你奶奶送到最好的养老院，找最好的医院治疗她的病，让她安享晚年。韦胡胡缓缓抬眸，整个法庭都没看见景鹤渊，刺痛的心渐渐沉进冰窟，让他觉得呼吸都分外艰难。突然，侧门被拉开，景鹤渊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，眼神急切。韦胡胡一怔，审判长的话也随之响起：被告还有什么要陈述的？空气僵凝，韦胡胡望着景鹤渊，紧攥的手慢慢松开。在他诧异的目光下，他一字字道：没有，我认罪。经本庭宣判，被告人韦胡胡犯盗窃罪，根据刑法第264条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韦胡胡被法警押送离开法庭，一步步朝景鹤渊方向走去。景鹤渊看着他，泛白的嘴唇颤了颤。为什么？良久，韦胡胡才扯出一个惨淡的笑容：小叔忘了吗？这个罪是你判给我的，上天判我死刑，由你亲手执行。寂静的走廊，除了轻轻的脚步声，只有脚铐摩擦的声音。景鹤渊僵在原地，怔然地望着韦胡胡越走越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心好像也跟着那个背影的消失而慢慢空了。等到四周只剩下他一人，他才哑声喊道：韦胡胡。景鹤渊追了出去，可韦胡胡已经上了去监狱的车。车窗外朦胧的身影越来越远，韦胡胡再也忍不住，捂着脸痛哭起来：奶奶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3年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这看似短暂的刑期。车拐了个弯，消失在了转角。景鹤渊紧攥着拳，暗骂了一声，心脏紧缩感却越发浓烈。他转身上了车，驱车赶去了珠宝店。店内好像一点事也没有发生，如同从没有韦胡胡这个人，也从没发生过员工偷窃的事。景鹤渊走进店里，抬头望向分布在各处的监控。这时，一个店员忽然走了过来：先生，想了解些什么？景鹤渊看着他，淡漠开口：认识韦胡胡吗？魏延，店员脸色微变：您是？景鹤渊唇线动了动，选了个折中的身份：我是他朋友，听说他在这儿工作，同事对他都不错。店员讪讪一笑：是，不过他欲言又止，而后像是看到了什么似的闭了口。景鹤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是个37、8岁、西装革履的男人。他应该就是经理了。景律师。经理对景鹤渊的出现似乎非常诧异。景鹤渊眸色一沉：你认识我？印象中自己并没有跟这个经理有过碰面。
经理自觉说错了话，主动伸出了手解释道：“您是有名的金牌律师，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”景鹤渊微垂视线，瞥见他腕处有一条约长3厘米、类似剐蹭的伤。他握了握手，过奖：“景律师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”经理不露声色地转移话题。景鹤渊目光疏离：“来找人。”“找谁？”经理追问。景鹤渊并未立刻回答，而是扫了眼几个神色异样的店员，才缓声道：“他不在这儿了。”经理有些生硬地笑了笑，哦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然而景鹤渊心中已经有了底。离开珠宝店，他回了家。楼道寂静，景鹤渊看着家门口，脚步忽然滞住。有那么一瞬，他好像又看了那天狼狈求救的韦胡胡蹲在门口。他捏了捏眉心，沉叹了口气。2天后，探监日，景鹤渊拿着韦奶奶准备给韦胡胡的衣服，坐在会见室等待着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直到门吱的一声打开。他抬眼望去，瞳孔一紧。才2天不见，韦胡胡的脸色已经白到发青，因为营养不良而枯黄的头发像是一把干草，整个人被宽大的囚服包裹着，分外孱弱。景鹤渊紧皱着眉，忽然说不出话来。看到他，韦胡胡无神的目光亮了亮，张了张嘴，一声小叔成了景律师。突然改变的称呼让景鹤渊心底莫名一抽。等韦胡胡坐下后，他将衣服给了他：“这是你奶奶让我交给你的。”韦言，韦胡胡煞白的脸上划过一抹惊慌。“你放心，我说会把衣服送到你学习的地方。”景鹤渊解释道，声音带着丝微不可伪的温柔。韦胡胡这才放下了心，将衣服抱进怀里：“谢谢。”气氛沉默了一会儿，景鹤渊看着他微颤的手，收紧了拳。“上诉吧。”韦胡胡神色微滞：“不用。”景鹤渊被他毫不抗争的态度惹得多了丝莫名的心烦。他拧着眉，语气多了分恼意：“你怎么就不能把当初纠缠我的精力放在眼前的正经事上？”韦言，韦胡胡只是低着头不说话。景鹤渊脸一沉：“3年后出来，你就是有案底的人，你还能指望自己给你奶奶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吗？”韦胡胡抓着衣服的手缓缓收紧，依旧是一言不发。“韦胡胡！”景鹤渊低吼了一声，眉眼间满是遮不住的怒火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韦胡胡要用这样无所谓的态度去面对人生。只要他愿意说一句自己是无辜，他就会竭尽所能地帮他。韦胡胡抬起通红的双眼，颤声道：“小叔，再麻烦你一次，去帮我跟奶奶说我学习时间要延长了。”景鹤渊紧绷着脸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。半晌，他扔下一句：“你除了撒谎还会什么？”便起身离去。韦胡胡呆呆地看着面前空荡的座椅，强忍了半天的泪水滚了出来。他真的好想告诉景鹤渊自己是无辜的，自己有多少委屈都憋在心里，但他不能说，就是为了给韦奶奶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，所以他不能说。突然，窒息感夹杂着心口的钝痛如潮水涌来，韦胡胡面色一白，捂着胸口摔倒在地。门口的狱警一惊，忙去扶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韦胡胡的五官因为痛苦似是快要扭曲了，他张着嘴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。“快叫救护车！”狱警朝外头喊了一声。监狱外，
景鹤渊坐在车里，望着那压抑感十足的铁门，握着方向盘的手越收越紧。本来就一团乱的心，再想起韦胡胡那憔悴的模样，更像被荆棘缠绕着似的刺痛起来。他收回视线，靠着椅背，深深吸了好几口气。许久，景鹤渊才将那些本不该有的思绪全部收起。他发动车子，离开了监狱。一辆鸣笛的救护车迎面而来，又从他的车旁呼啸而过。景鹤渊看了眼后视镜，发现救护车停在了监狱门口，几个护士急匆匆地下了车。他微蹙了下眉，没有在意。晚下的风卷起路边枯黄的落叶，落叶飘落到马路上，很快被疾驰的车辆碾过。救护车上，医生正在为韦胡胡做急救。韦胡胡死死抓住陪同女狱警的手，哑声道：“不要，不要告诉刚刚来的人，还有我奶奶。”女狱警不解又焦急，可你这情况必须要通知家属。韦言，韦胡胡的手越抓越紧，苦苦哀求：“我求求你了。”见他快要充血的双眼满是悲戚，女狱警终是点了点头。韦胡胡像是卸下了什么担子，身体抽搐了几下后，眼前陡然一黑。韦胡胡意识模糊间，韦胡胡只觉自己身处在一片黑暗里。忽然间，耳畔响起个苍老而熟悉的声音：“雨，回家吧。”他心一滞，奶奶。紧接着，刺耳的嘲笑盖过了韦奶奶慈祥的呼唤：“他脏死了，别跟他玩。”小瘸子，摇摇晃晃收废纸，又没爸又没妈，小小胡同里作家，又瘸又有病，难怪你爸妈不要你。从小到大面对的侮辱，好像全部都在此刻快速回放。韦胡胡捂着耳朵哭着叫喊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奶奶。”景鹤渊回到律师事务所，他并没有立刻下车。他出神地看着方向盘，拧着的眉头好像难以舒展。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在慢慢变大，让景鹤渊觉得心里很是不舒服。他抿唇，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。等下了车，景鹤渊又下意识地朝某一处看去。空落落的地方让他心底掠过丝莫名的失望。过去的3年，韦胡胡几乎是每天都在门口等待着自己，不管是烈日还是风雪，他就像个灯柱似的傻傻地站在原地。景鹤渊神色微暗，良久才收回目光，转身离开。刚进办公室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他拿起一看，是好友许哲。“喂，鹤渊，你让我联系的那家医院我已经办了，随时都可以过去。”魏延，景鹤渊终于觉得心里没那么压抑了。他打开电脑，回了声谢谢后，正要挂断电话，许哲忽然又说：“你怎么突然找专门的老年医院了？我记得你没有上了年纪的长辈啊。”景鹤渊沉默了几秒才道：“给一个朋友的奶奶联系的。”朋友？许哲带着几分试探地猜测起来，难道是叫你小叔的那个小姑娘？景鹤渊脸色一沉：“你管得太多了。”话落，立刻挂了电话。等整理好思绪后，他才将所有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。他看着电脑，点开韦胡胡曾工作过的那家珠宝店的网页。被韦胡胡偷的项链是品牌新款，入货时只有3条。从店员那得知，第1条早在1个多月前就被已经付过定金的人买走。
除去被拿去作为证物的那条项链，第3条项链在韦胡胡出事后的第2天就被卖出去了。景鹤渊才展开的眉头不自觉地拧起，这似乎有点太巧了。医院病房，韦胡胡醒来时，外面已经天黑了。他看着天花板上暖黄色的灯，尝试着动了动身子，却发现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忽然，病房门开了，是派出所的民警王林。韦胡胡眼眶微热，王姐姐。王林快步走了过去，目光中满是心疼。还疼吗？不疼。韦胡胡扯出一个笑容，却让人倍感心酸。王林忍着眼泪，摸了摸他的额头。我刚刚已经问过监狱方了，你这情况只能保外就医，费用问题他们会解决，你不用担心。韦言，韦胡胡嘴角一僵，陷入了沉默。他想起了之前医生说话，自己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可想不到奇迹也是有时限的。王姐姐，麻烦你帮我告诉他们，治不好就不要治了，会浪费钱。韦胡胡呼吸有些沉重。韦胡胡，还有。韦胡胡垂眸，掩去眼中的落寞。我奶奶那里，姐姐也帮我瞒一瞒。景鹤渊走的时候那么生气，他想他一定是更加讨厌自己，也许不会再管他和奶奶的事。想到这些，韦胡胡鼻尖泛酸。王林看着他通红的双眼，只能答应了下来。律师事务所，除了景鹤渊的办公室，其他办公区域早已一片漆黑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中的文件，仔细斟酌推敲着不合理的地方。景鹤渊瞥了眼桌上的台历，神色微紧。10天内如果不上诉，那韦胡胡这3年牢就真的坐定了。好半天，他才合上酸涩的双眼，捏了捏眉心，缓解疲惫。景鹤渊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向大门外的某一处，思绪渐渐飘远。天才刚亮，景鹤渊就以韦胡胡代理人的身份，将整理好的文件资料交给了法院，帮韦胡胡提起上诉。而后才去韦胡胡的家，打算说服韦奶奶去医院治疗。又是那个狭窄潮湿的胡同，景鹤渊只觉每次来时，心情都格外沉重。院门是敞开的，里头是堆成山的废纸和空酒瓶。韦奶奶坐在屋檐下，双手交叠地撑在拐杖上，眼神疲倦。景鹤渊见状，喉间一紧，想好的说辞突然觉得很不妥。景律师。韦奶奶站起身，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，衣服送给雨雨了。景鹤渊赶忙过去扶她重新坐下，给了。他顿了顿，头一次觉得说话是件很艰难的事。他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家很好的老年医院，让我带您过去治病。说话间，景鹤渊心中忍不住自嘲，他一直在讽刺韦胡胡说谎，可现在自己又在做什么？然而韦奶奶却摇摇头，等雨雨回来了，我再去。韦言，景鹤渊一愣，紧接着又劝道：奶奶，您放心，韦胡胡挣到钱了，等您治好病，他就回来了。韦奶奶浑浊的双眼忽然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雾水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怕他回来的时候，屋里没人会害怕。景鹤渊一噎，说不出话。韦奶奶沉叹了口气，看着他，这些年，雨雨让你烦心了吧？没有。景鹤渊声音微哑，更是有些莫名的怀念。我知道，其实这一切都因为雨雨命苦。韦奶奶望着那些废纸，
似是在回想过去，当年我捡到它的时候，它就跟个猫似的，又小又可怜。景鹤渊眸色一紧，它是您捡的？是啊。韦奶奶点点头，抬手抹了抹眼泪。都说猫孩养不大，但它好歹是条命，我怎么能再把它丢了？没想到这一养就是20年。他的话像是勾起了景鹤渊脑子里关于韦狐狐的记忆。初见他时，他无助地蹲在病房门口哭泣，之后几次在街头遇见过他。他骑着3轮，载着满满当当的一车废纸，满脸的汗水和疲倦，在看到韦奶奶后，全部化作一个乖巧的笑容。景鹤渊眼眶忽然一红，慌忙摸了摸眼角，确认没有落泪，才暗自松了口气。景律师，韦奶奶拉住他的手，含泪的双眼尽是期盼。你告诉雨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奶奶永远在家等她回来。景鹤渊咽下喉间的酸涩，郑重地点点头，好。被韦奶奶目送着离开，他心里更觉像被堵了团棉花般难受。景鹤渊停下脚步，有些愤怒地砸了一下身旁的墙。韦狐狐到底怎么了？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一把年纪的韦奶奶想想啊。可再回想起刚刚韦奶奶说的话，他又无法再去责怪韦狐狐的不懂事。良久，景鹤渊才收拾好情绪，打算去处理帮韦狐狐上诉的事情。没想到刚走出胡同，便见林淑妍站在自己车旁，好像刻意等着自己。景鹤渊面色清冷地走过去，让开。林淑妍纹丝未动，你想帮他？魏延，景鹤渊眸色微变，怎么？我做什么还要向你打报告？带刺的话让林淑妍表情一僵，但她很快调整好，换上一副亲昵的笑颜。鹤渊，3年眨眼间就过了，你何必为了他坏了自己金牌律师的名声？你觉得3年眨眼间就过了，那你怎么不进去体验体验？景鹤渊冷睨了他一眼，抽出手。你，林淑妍眉眼间划过一丝怒意。景鹤渊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发动车子离去。林淑妍望着渐渐消失的车，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起。半晌，她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阿姨，鹤渊要帮那个盗窃犯韦狐狐上诉。刚把车停在律师事务所的停车场，景鹤渊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备注为爸的一个字让他眉头一拧。平时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警府是不会联系他的。景鹤渊犹豫了几秒后，才按下接听键。爸，有什么事吗？鹤渊，你回来一趟。景父的声音比平日更加严肃。我还有工作。景鹤渊目光不自觉又落在了韦狐狐曾等待他的地方。景父却一意孤行地让他放下工作，马上回家。景鹤渊有些不耐烦，却也只能憋着一肚子火回了父母家。自打上了大学，他就没怎么在家住过，毕业工作后也喜欢上了一个人的生活。再次回来，他竟有种去别人家做客的疏离感。客厅里，景府和景母坐在沙发上，神色似是在压抑着什么。见景鹤渊回来了，景父看了眼景母，开门见山就说：“你也不小了，过了年就跟舒妍领证吧。”魏延，景鹤渊面色一沉：“你让我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”他站在玄关处，已经完全打消了过去坐下的念头。景父喝了口茶，也没去看他是什么表情，知根知底的人总比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人好。
若有所指的话，让景鹤渊心里燃起了丝无名业火。他冷下了脸，一字字道：“爸，您真觉得林淑妍手脚干净？”景府眼神一变，显然也是被挑起了怒火。鹤渊，韦狐狐那种人不值得你去帮，他坐牢都是他的报应。景母无声无息地将所有过错推到了韦狐狐身上。景鹤渊不言，眼底却翻起暗涌。景府压下脾气，站起身走向他：“我知道你善良，但他不值得，你该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了。”“为什么不值得？”景鹤渊看着他，语气冷凝。景父黑了脸：“我就一句话，你要么跟淑妍结婚，要么就别管那个罪犯的闲事。”罪犯两字刺的景鹤渊心一紧。此时此刻，他突然相信韦狐狐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纯粹单纯的女孩，就算是为了自己和奶奶，她也绝不可能去偷东西。“爸，抱歉，这2个条件我都不会答应。”景鹤渊态度坚决。景父气的目光一凝，怒斥景鹤渊：“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？我说了，我不会跟林淑妍结婚，更不会让韦狐狐受冤枉。”随着景父一声震耳欲聋的混账，景鹤渊左脸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景母赶忙挡在他面前，心疼不已：“你再怎么生气也不能打他呀！”景府充耳不闻，微颤的手气急败坏地指着景鹤渊：“当年要不是我们领养了你，你能衣食无忧地去上大学，能有今天。现在你翅膀硬了，学会忘恩负义了。”几句话就戳中了景鹤渊的死穴，他紧了紧拳，眼尾不由泛了红。他和韦狐狐一样，自小就被父母抛弃，不过他在孤儿院长大的，直到8岁的时候被景父景母领养，从此成了他们的儿子。景母看着怔住的景鹤渊，苦口婆心劝着：“鹤渊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是律师，怎么能跟一个盗窃犯扯上关系呢？”景鹤渊深吸了口气，忽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卡包。在景父和景母诧异的目光下，他将里面所有的银行卡都放在的鞋柜上。“这些是我这些年赚到的所有积蓄，密码是你们领养我的那天。”景鹤渊轻飘飘的话让景父和景母都愣住了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景母紧皱着眉，不解地看着他。景鹤渊扯动着嘴角：“我知道这些钱比起你们养育我，供我吃穿和上学所以用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但我也只有一句话：韦狐狐不是盗窃犯，我也不会放弃他。”他像是怕景父景母听不明白，特意放慢了速度。景母被他这话说得又气又无奈：“鹤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景鹤渊看着他们，眸色深沉：“我只是做我想做的。”景府气得脸色通红，狞笑了几声好后怒吼：“那你就给我滚！”闻言，景鹤渊抿了抿唇，紧握着拳转身离去。“鹤渊！”景母急得直跺脚，不住地埋怨景父：“这事儿是那韦狐狐的错，你对鹤渊发什么火呀？”景父坐回沙发，憋着一肚子的火，一言不发。也许是因为知道自己是领养的，景鹤渊从小很少忤逆他，而今天景鹤渊却用那么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他的安排，让他有些不安和慌张。怒火平息后，景府看了眼柜上的银行卡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医院病房，韦狐狐看着落在窗台上的鸟，眼底忽然多了丝羡慕和期盼。如果他能变成那只鸟，
一定要去看看奶奶，看她过得好不好，然而再去看景鹤渊，看着她结婚，看着她得到幸福。叩叩叩，敲门声后，韦湖湖的主治医生孟凡走了进来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韦湖湖回过神，声音因为身体虚弱而有些沙哑。很好。孟凡知道他原本是个孤儿，只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，所以并没有再问家族遗传史的事。他拿着笔，温声道：虽然这病难以根治，但你能坚强地撑到现在，就说明它不是不治之症。魏延，韦湖湖笑容复杂，我只是不想让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听了这话，孟凡心里也五味杂陈。他轻轻拍了拍韦湖湖的肩膀，安慰：保持一个平稳积极的心态，都会好的。说完，孟凡缓缓坐了下来。或者你有什么想诉说了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也可以暂时做你的心理辅导师。韦湖湖神色微微一滞，低了头。现在自己是保外就医的情况，除了孟凡和护士，的确没有什么人能来看他。好半天，正当孟凡以为这是韦湖湖无声的拒绝时，他忽然开口：医生，有没有什么药吃了是可以把一个人忘掉的？孟凡一愣，韦湖湖看着手背上的针头，视线渐渐模糊。其实都怪我自己，如果他能早点明白自己和景鹤渊的差距，不要老是纠缠他，现在的自己是不是能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，只是单纯的为奶奶努力活着。孟凡扶了扶眼镜，虽然我不太明白，但我想有你现在应该把治疗放在第一位。韦湖湖点点头，擦掉眼泪。医生说得对，从一开始他就想活下去，哪怕出去后景鹤渊已经结婚了，只要他幸福，奶奶还在，他就别无所求。3天后，这个月最后一个探监日，景鹤渊拿着上诉资料去了监狱。他看着手中只要韦湖湖1000字就能重审的文件，连日来的疲惫都被一扫而空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认真拼命，只当这一切都因为当初选择律师这一职业的那个初心。面对景鹤渊的询问，登记处的狱警在查看记录后抬头问：你是韦湖湖的家属？魏延，景鹤渊抿了抿唇：我是他的朋友。狱警却道：韦湖湖现在不在监狱。景鹤渊愣了，什么意思？几天前他突然咳血，被送去了医院，现在处于保外就医的情况。狱警话音刚落，景鹤渊手里的文件砰的一声闷响，砸落在地。他现在在哪个医院？他急声问。荣城医院。得到地址后，景鹤渊捡起文件，大步跑了出去。车子如同箭一般掠过，飞驰而过。他紧握着方向盘，微红的眼睛望着前方。我生病了，活不久了，救救我吧，小叔。我真的没有撒谎。韦湖湖的话突然在耳畔回荡，如同无数荆棘缠绕住他紧缩的心。景鹤渊深深吸了几口气，恨不能将油门踩到底。原来他没有说谎，他真的生病了，是他错怪他了。医院。由于韦湖湖的病并不能支撑他剧烈运动，也不能过多束缚，监狱方特许他不用戴手铐和脚镣。刚吃完药，韦湖湖像平时一样望着窗外发呆。突然间，心脏传来一阵绞痛，倒灌般的血从他嘴里淌出，落在洁白的被子上。窒息伴随着疼痛，像是把利刃，几乎快要切断了韦湖湖的意识。
看护的狱警发现后，立刻按下护士铃。孟凡带着护士赶了过来，查看了韦胡胡的情况后，面色凝重：“快送抢救室！”模糊中，韦胡胡像是遵循着本能，胡乱地挥着抓住他的衣袖，奋力睁开眼：“奶奶，让我再看看他。”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剧烈的痛苦，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撑不过去了。而死之前唯一想见的人只有奶奶，也希望自己能牢牢记住她的模样，来生再一起走。孟凡轻轻扯开他的手，沉着冷静：“你先别说话，会没事的。”另一边，景鹤渊赶到医院后，得知韦胡胡正在抢救室，心陡然一沉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惶恐也跟着在心里蔓延。景鹤渊不知道自己怎么找到抢救室的，一片混乱的思绪在被狱警的阻拦中打断。“抱歉，请不要离抢救室太近。”狱警警惕地看着他。景鹤渊面色微正，下意识地问：“韦胡胡怎么样了？”“韦言。”狱警有些诧异：“你是他家属？”景鹤渊差点脱口而出的对字被生生咽了回去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拿出文件：“我是他的代理律师。”话音刚落，抢救室的门开了。景鹤渊立刻走上前：“医生，他没事吧？”孟凡目光打量着他，如果不是狱警也在，他真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弄错了。他摘下口罩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听了这话，景鹤渊悬着的心落下了几分。不一会儿，韦胡胡被推了出来。才几天不见，他又憔悴了好多，一张脸被氧气罩盖住了一大半，整个人像是陷进了病床里。景鹤渊无法忽视自己心里那抹心疼，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因为规定，而且韦胡胡还没有醒，他只能在病房外等着。“你好。”景鹤渊尾声转过身，是刚刚抢救韦胡胡的医生。孟凡温和地笑了笑：“我是韦胡胡的主治医生孟凡，我们聊聊吧。”住院楼下，晒太阳的病人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说话。景鹤渊望向韦胡胡的病房窗户，一脸的心不在焉。“你和韦胡胡关系很好吧？”孟凡试探性地问。“韦言。”景鹤渊收回眼神，抿唇垂眸：“以前也许很好。”孟凡似是明白了，目光望向一旁的树枝。“韦胡胡几天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有什么药吃了能忘记一个人。”景鹤渊心一滞，更觉胸口沉闷难忍。“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吧？”孟凡态度温和，并没有让人觉得无礼。景鹤渊沉默，只觉此刻的自己有点说不出的狼狈。他忍着心间的刺痛，问道：“他得了什么病？”“法洛四联症。”或许是对这个病不太了解，景鹤渊眼神有些疑惑。孟凡解释道：“这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，这种病严重到75%的孩子都可能活不过10岁。”说着，他叹了口气，况且韦胡胡是遗传性的法洛四联症，能坚持到20岁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景鹤渊心情复杂地笑了笑。或许韦胡胡被抛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。孟凡看着他，沉声道：“他现在需要一个好的心情，积极面对治疗。我虽然对你们的事一无所知，但我希望我的病人能健康地走出去，你也应该想让他康复吧。”景鹤渊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，目光渐深：“活着比什么都好。”话落，
他站起身朝住院楼走去。在跟狱警协商又等待了半个小时的监狱方回复后，景鹤渊终于被允许进入病房。他坐在病床边，视线落在韦胡胡的脸上。记忆中的他好像没有笑过几次，每次见到他，他脸上总是小心谨慎，连那份爱意都遮掩得严严实实的。景鹤渊伸出手，想去触碰韦胡胡的脸，可很快地收了回来。他不确定自己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喜欢，但又无法否认他对自己的影响。半晌，景鹤渊轻叹了口气，恐怕我这辈子唯一会输的地方，就是对你了。直至下午，韦胡胡才缓缓醒了过来。脸上突然多了个氧气罩，让他很不适应，还没睁眼，便下意识地抬手想取下氧气罩。别乱动。手被另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按住，熟悉的声音让韦胡胡猛地一怔。他睁开眼，木讷地转过头，小叔。韦胡胡以为自己还在梦里，又重复了几次眨眼，可身边依旧还在的人告诉他这不是梦。景鹤渊确认他手背上的针没动后，才转移视线。你是故意要瞒着我的吗？话一说完，他有些后悔。韦胡胡早就跟他说过自己病了，是他不信，还认为他在说谎。景鹤渊唇瓣微张，却又说不出什么补救的话。到这儿，他有种无力的挫败感。只要是关于韦胡胡，或者关于他的事，他好像连话都不会说了。韦胡胡眼睫颤了颤，声音沙哑，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的。命运就是这样，他想跟景鹤渊开个玩笑，可没想到这个玩笑早就被实现了。病房中陷入沉默，除了外头的车声，还有医疗器械运作的声音，再无其他。韦胡胡想问韦奶奶的事，可想起那天的不欢而散，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好半天，景鹤渊才缓声道：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我已经找到证据了。韦胡胡眸光一震，你说什么？是经理陷害你？景鹤渊语气平缓，又带着似有若无的怒意。韦胡胡垂眸，又开始沉默不答。景鹤渊耐着性子，尝试一步步去引导他说出真相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，才承认了自己偷了东西？韦胡胡突然红了眼，反问：奶奶过得好吗？魏延，景鹤渊蹙眉，他一直都在家等着你。听了这个回答，韦胡胡眼底划过一丝惊讶，转瞬即逝的情绪被景鹤渊捕捉到，他心中也不由犯了疑。按照韦胡胡的性子，听到韦奶奶在家等他，第一反应应该是愧疚伤心才对。韦胡胡唇线颤了颤，小叔，你这次真的相信我吗？原本就有着脆弱的自尊的他，在此刻更加卑微。听到韦胡胡这谨慎小心的语气，景鹤渊心瞬时收紧，相信。韦胡胡身体缓缓放松，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。简单的2个字，好像将压在他胸口的巨石击碎了。他看着景鹤渊，一字字道：林淑妍说，只要我认罪，就能帮奶奶治病，给她养老。景鹤渊蹙着的眉又紧了几分，果然是林淑妍。他压下怒意，将文件和笔拿了出来，签了这份委托函，之后的事由我。韦胡胡愣了愣，你要帮我？不然你觉得我收集这么多证据资料是为了什么？景鹤渊清冷的声线不似从前那样带着冰刺，反而有种说不出的温和。他将笔放在韦胡胡手里，
看着他慢慢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景鹤渊收好文件，看了眼外头的天，好好休息，我明天来看你。像是承诺般的话，让韦胡胡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被换了心。毕竟从前的景鹤渊恨不得自己离他远远的。不用了，这里有孟医生陪着我，没事。韦胡胡生怕让他觉得麻烦，唯唯诺诺地推脱起来。孟医生明明是很平常的称呼，但景鹤渊听韦胡胡这么叫，心里竟有些不舒服。孟凡看得出来是个斯文儒雅的人，难免会让他觉得好相处。景鹤渊语气冷硬了几分，孟医生忙着。说完，他站起身捻了捻背角，好好休息吧。韦胡胡望着景鹤渊离开，内心被他掀起的波澜久久无法平息。医院办公室，景鹤渊看着正在写病历的孟凡，他的手术费和之后的治疗费大概需要多少钱？魏延，孟凡停下笔，迟疑了一下才道：按照他现在的情况，可能不知要做一场手术。如果加上往后抑制后遗症的治疗费，起码要30万以上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景鹤渊微微皱了下眉。监狱方可能不会承担这么高昂的费用。孟凡扶了扶眼镜，景鹤渊却说：你制定手术方案吧，一切都按照最佳康复结果进行。他毫不迟疑的态度让孟凡有些惊讶。景鹤渊看起来并不像是被韦胡胡单恋的人，反而一个眼神一句话都能让人看出他对韦胡胡的关心。在跟孟凡说了几句关于韦胡胡这些天的情况后，景鹤渊离开了医院。停车场，他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目光渐远。几天前，自己已经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景父和景母，现在剩下的钱恐怕也只够韦胡胡一场手术的费用。手头上还有韦胡胡的案子，暂时不能接受新的委托。景鹤渊扶着车门，眉头像是打了个结。忽然，他视线落在了身边的车上。下一刻，景鹤渊拿出手机，拨通了许哲的电话。接通后，他不等对面开口，直接就说：我把车卖给你。接到电话的许哲放下手头上的工作，赶到景鹤渊的家。当看见桌上打开的胃药和米糊粥时，他像是看见了什么稀奇的东西。我没看错吧？你居然学会养生了？景鹤渊没理他，直接将车钥匙扔了过去。银行卡号我已经发给你了，直接打过去就行。魏延，许哲看着手里的车钥匙，忍不住问：你最近这么缺钱？在他眼里，景鹤渊经济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班里最先赚到钱的人，自己之前好几次还问他借过钱周转。景鹤渊皱了皱眉：你话倒是越来越多了。许哲坐了下来，软破硬泡：我们都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，也许我还能帮你更多。景鹤渊面色微沉地沉默了片刻后，才将韦胡胡的事说了出来。听完整件事，许哲一阵唏嘘：你可真行，把积蓄都给了你爸妈，连点退路都不留，现在缺钱卖车，以后缺钱了，难不成要把这房子卖了？不会，现在只是暂时需要。只要帮韦胡胡上诉成功，了结了这个案子之后，他的工作便会恢复。许哲转着车钥匙，突然问了一句：你喜欢他吗？景鹤渊眉目一松：不知道。带着几分迷惘的语气，让许哲脸上划过一抹惊讶：喜不喜欢都不知道。
景鹤渊突然有种一吐为快的冲动，他看着魏耀，沉声道：“的确不知道，一开始我只是同情他，没想到他那么执着。”想到韦狐狐明明被自己一次次讥讽，却还是倔强的不肯离开，景鹤渊心中五味杂陈。他坐直了身，唇线微抿，他现在身陷囹圄，我又做不到撒手不管。从心中的天平开始不断倾斜，他的心也充满了矛盾。对韦狐狐模糊的感情好像一根细线，开始不断缠绕他的思想。许哲笑了笑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又不是铁石心肠的人，被他打动是正常的。说完，还拍了拍景鹤渊的肩，你也不要太着急，往后相处的日子多的是，慢慢来。魏延，景鹤渊垂眸沉舒口气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许哲走后，他才进书房，开始准备开庭时用的资料。次日，景鹤渊带着文件下了楼，不想遇上来找他的景母。景母见他一脸疲倦，止不住的心疼，可又想到他这么辛苦是为了韦狐狐，关心的话顿时不想说了。鹤渊，你现在连爸妈的电话都不接了吗？面对景母不满的质问，景鹤渊面无表情道：“最近我很忙。”景母脸色一黑，为了一个外人，你宁愿让我们失望？景鹤渊不期望他能理解自己，只是反问：难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会让你们失望吗？景母眉一拧，还没等他说话，景鹤渊已经转身走了。或许是从没有被儿子这么说过，景母对韦狐狐的不满渐渐变成了憎恶。他阴沉着脸，打了个电话给林淑妍，问到韦狐狐所在的监狱后，准备在探监日过好跟他好好谈谈。医院病房，病情稳定了的韦狐狐摘下了氧气罩，他望着外头的阳光，突然想起昨天景鹤渊说来看自己的话。这时病房门开了，韦狐狐转头望去，怔住：“小叔。”景鹤渊走了进来，目光将他扫了个遍，确认他脸色比昨天好了些，才放下了心。他走上前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手机，递给韦狐狐：“一会儿我去找你奶奶，你们两个说说话，她很担心你。”韦狐狐睁着大眼，有些犹豫，可是他们说我不能携带手机，我已经跟监狱方协商过了，平时手机会由陪护你的狱警保管，只有联系奶奶的时候才能用。景鹤渊将手机塞到他手里，冰凉消瘦的手让他心微微一紧，眼神又多了分难以察觉的怜惜。韦狐狐看着崭新的手机，后知后觉地抬起头：可我没钱还你，更何况之前自己还向他借了10万块，现在还要替自己上诉。韦狐狐觉得自己欠景鹤渊的实在太多了。景鹤渊抿抿唇：等你康复后，给我多做几顿饭算抵消也可以。魏延，韦狐狐眼神一滞，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景鹤渊有些不自在地轻咳了2声：我去看你奶奶，一会儿我会打电话过来。说完，步伐匆匆地转身走了。